周晓峰在医院被病人打了，结果白主任不仅没有帮周晓峰，反而还逼周晓峰跟病人道歉。方小然和林毅想要帮周晓峰出头，被周晓峰阻止了。被气到不行的方小然只能回家拿着肉馅出气。方竹清从方小然嘴里知道事情经过和白主任的所作所为之后，终于忍不住出手了。虽然方竹清嘴上说着临床医生遇上这样的事情很正常，自己也遇到过，但是方竹清还是忍不住跟自己的师妹崔院长打了电话。方竹清出手，周晓峰欲离职。方竹清知道白吉在周晓峰被打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什么，但是他不能说，也不愿意告诉方小然。包括当时白吉托周晓峰送生日礼物给方竹清，方竹清第一时间关注的也是白吉有没有告诉周晓峰送礼物的目的。在得到周晓峰的否定答案之后，方竹清才放下心来。方竹清一直都知道白吉的目的，从之前白吉借周晓峰的名义跟他约饭局，然后在饭局上点他的时候，他就明白了。方竹清这次选择把白吉的礼物通过快递寄回去，而不是通过周晓峰还回去，其实就是在给白吉留面子，也是在保护周晓峰。虽然周晓峰已经是个大人了，自己也是做主任的人，但是在方竹清眼里，周晓峰其实始终还是个孩子。甚至在和周晓峰聊天的时候，方竹清对白吉的评价也是偏向正面积极的。方竹清一辈子摸爬滚打才有今天的地位，像白吉这样的人肯定遇到过很多。从内心里来说，方竹清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女儿过早地见到这黑暗的一面，希望他们能更专注于专业和治病救人。但这并不代表他能忍受别人欺负他儿子，所以在得知白吉逼周晓峰道歉后，方竹清终于忍不住出手了。方竹清提前给崔院长打电话约饭，崔院长自然就会提前揣摩一下方竹清的目的，也就顺势问到了助手方小然最近的情况。说个细节，崔院长在接到方竹清的电话时，第一时间问的是方小然的情况。要不是助理提起来，崔院长也压根不会想到周晓峰。这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方竹清给予周晓峰的关注确实少之又少，在外人看来，方竹清就是不关心周晓峰的。第二，周晓峰太懂事了，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委屈，都是选择自己隐忍，不会像林毅一样闹脾气，更不会找领导告状。所以在崔院长眼里，周晓峰就是可以处理好一切的，压根就不需要担心的。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白吉才敢明目张胆地给周晓峰穿小鞋。方竹清选择中午的时候跟崔院长约在食堂吃饭，就是故意让医院里的领导看的。即便别人不知道方竹清和周晓峰的关系，但是白吉是知道的。方竹清来吃饭的事情，迟早是会传到白吉耳朵里的。周晓峰刚出事，方竹清就来找崔院长吃饭，这目的不要太明显了。前一秒还在崔院长面前明里暗里说周晓峰挑了个白吉，在看到方竹清之后，立马对周晓峰换了一个态度。先是以师生关系来和周晓峰套近乎，然后又主动提出让周晓峰不再在胸痛中心值班了。结合白主任之前的态度，周晓峰在得到白主任突然关心，不仅没有开心，反而陷入了沉思。在车上的时候，周晓峰终于下定了决心，给一直想要挖周晓峰跳槽的西德人事总监发了消息。虽然周晓峰说的是可以约西德的李院长见面聊一聊，但按照周晓峰的性格，其实内心里多半是做好了跳槽的准备，否则他压根不会主动答应见面。而促使周晓峰下定决心跳槽的，正是白主任突然转变的态度。周晓峰不是方小然，他对于白吉一直想要利用自己接近方竹清的事情，一直都是知道的。之前不管白主任怎么刁难，只要不涉及到方竹清，周晓峰总是有办法搞定白主任。但最近白主任的态度转变太明显了，每次有需要用到周小然的时候，就一副笑脸相迎，以师生相称，但是一旦遭到拒绝或者利用失败后，态度就会立马转变，各种挑周晓峰的毛病。本来经历了庄家顺事件之后，周晓峰已经做好了一直被白主任穿小鞋的准备，甚至在称呼上，周晓峰也自觉地跟白吉保持了距离，从白老师变成了白主任。
但白吉突然主动来找周晓峰示好，解释了他没有评上10家的原因，又主动要他不再去胸痛中心值班。方竹青来医院找崔院长给自己撑腰的事情，周晓峰肯定是不知道的。所以按照白吉无事不登三宝殿的风格，周晓峰自然也猜到白吉的示好是有原因的。但是周晓峰不想也不愿意再去揣测白吉突然示好自己的原因。周晓峰已经受够了白主任这张有事笑脸、无事冷面的变来变去的态度，他只想要一个纯粹一点、真实一点的工作环境。在周晓峰看来，与其等到自己被白吉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反复利用，等到利用价值被榨干再被白吉一脚踢开，还不如自己现在主动离开。2. 林毅被冤枉，方小然主动告白。在打了周晓峰之后，庄家顺最后还是只能硬着头皮回来东丽医院看病。但是庄家顺也是长了一个心眼，没有用医保卡，用的是身份证。林毅是在接诊了庄家顺之后才知道庄家顺就是打周晓峰的人。在遇到庄家顺之前，林毅遇到的都是很好的病人，比如张雨绮、杨桂兰、蔷薇等人。即便中间也经历过被蔷薇指责，但最后的结果也是好的。所以在看到庄家顺拖家带口的来看病，林毅虽然嘴上为周晓峰打抱不平，但是心里还是不自觉地在为庄家顺考虑。而林毅栽在庄家顺身上其实是个必然。剧里有好几处细节，庄家顺在打完周晓峰之后就去了别的医院看病，在得知只有东丽能看他的病之后，又被迫回到了东丽医院。但是回来之后，庄家顺害怕自己遭到报复，所以选择了拿身份证看病。其实从别的医院医生那里的诊断结果就已经证明了当时周晓峰对他的诊断是没有问题的，让他做心超检查也不是坑他的钱。一般人如果知道自己冤枉了别人，第一反应应该是道歉，承认自己错误吧。但是庄家顺没有，他依然固执己见，不肯道歉承认自己错误。而且庄家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肯道歉，而是以己夺人。他不肯主动找周晓峰道歉的原因是觉得周晓峰肯定不会原谅自己，甚至还害怕自己被周晓峰认出来之后会在治疗上为难他们。庄家顺他们明明那么节省，却依然狠下心拿了1000块钱出来包红包送给林毅，就是最好的证明。经历了林毅在病房那段慷慨激昂的教育之后，庄家顺虽然低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同时也摸清了林毅嘴硬心软的脾气。摸清了林毅的脾气，看到林毅开的一大堆术前检查的单子之后，庄家顺就开始行动了。他知道林毅讨厌自己，所以让自己老婆和女儿出面，去林毅面前哭穷装可怜，最后成功博取了林毅的同情，免去了其他的检查项目。在术前谈话的时候，庄家顺的老婆最后说到有没有其他哪里不舒服的时候，欲言又止。他不愿意说，一是可能觉得这是个小问题，跟心脏手术关系不大；二是觉得一旦说出来，说不定又被要求去做检查，到时候肯定还要再花钱。抱着侥幸心理和省钱的原则，庄家顺老婆就隐瞒了这一点。而恰好他隐瞒的这一点，最后成了庄家顺死亡的根本原因。甚至在事后，庄家顺老婆也意识到问题出在了自己的隐瞒上，但是为了医院的赔偿，庄家顺老婆依然选择继续隐瞒。这2点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庄家顺出事是必然。庄家顺的问题是对医生始终抱有防备心理，无法做到对医生100%信任、坦诚相见。林毅的问题是对病人太过信任。林毅总以为自己已经和庄家顺说清楚了，也收下了红包，庄家顺一家就应该心安了。病人对医生完全不信任，医生对病人却是100%信任，这种颠倒错乱的关系，也就意味着一旦手术中间或者术后有任何一点差错，这段本就不结实的关系会瞬间土崩瓦解。事实也确实如此，庄家顺死后，他家人第一反应就是林毅是故意的。对于林毅来说，庄家顺的手术他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林毅不甘心，他想要知道庄家顺真正的死因。方小然为了让林毅走出阴影，拉着陈月一起去找庄家顺老婆，希望他们能够同意给庄家顺做尸检，查出庄家顺真正的死因。方小然和陈月被围攻后，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周晓峰求助。随后赶来的林毅吃醋方小然和周晓峰的亲密，被逼急的周晓峰当场承认了自己和方小然是亲生兄妹的关系。之前林毅试探了好几次方小然和周晓峰的关系，周晓峰每次都只是打哈哈过去了，但这次周晓峰却主动承认了自己和方小然的兄妹关系。周晓峰愿意公开自己和方小然的关系，除了是为了让女朋友陈月安心以外，更多的是因为他看出了林毅对方小然的心思。林毅明明早就喜欢上了方小然，但却迟迟不肯表白，多半是因为周晓峰的关系。林毅误把周晓峰当成了自己的竞争者，尤其是看到方小然对周晓峰的特别之处后，更是不敢主动告白。如今周晓峰把关系直接挑明了，也是在给林毅机会，但没有想到最后主动的还是自己妹妹方小然。看到方竹青主动上医院来给周晓峰撑腰，其实是有点感动的。感动的是，从来都只能靠自己的周晓峰，终于也有了妈妈的保护。但方竹青的插手其实也埋下了很多隐患，因为方竹青的插手，崔院长当众驳了白吉的面子不说，还主动做主让周晓峰和林毅组成固定搭档，这对白吉才是最要命的。白吉当然不敢把这笔账记在崔院长头上，但是他心里必定是恨极了方竹青和周晓峰的。在白吉看来，自己已经第一时间给了周晓峰台阶下了，但是他们母子依然对自己不依不饶，而崔院长更是当众让他下不来台。而且经过这件事之后，白吉也知道自己和方竹青算是彻底撕破脸了。按照白吉的心胸，日后有机会一定不会放过方竹青和周晓峰的。周晓峰现在有崔院长罩着，白吉不敢随便动，但是对于方竹青那就不好说了。方竹青连白吉的面子都不给，送的礼直接退回去了，那说明他肯定对别人也是这样的。所以白吉想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对付方竹青，也不是一件什么难事。